薪水5万，靠新青安买下人生第一间房的那群人，如今都怎么样了？2023年8月1日，一个被称为年轻人购屋救星的政策横空出世，名为新青安房贷，最高贷款1000万，宽限期5年，只缴息不还本，贷款年限拉长到40年，利率压到 1.775， 政府还加码补贴 1.5 码。当时多少30出头的小资族看着这天上掉下来的大礼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再不上车，这辈子就永远买不起房了。然而短短不到3年，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春天回望，这个看似甜蜜的大礼包正在变成一枚定时炸弹，即将在今年年底轰然引爆。有人说，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诱捕行动，超过42万个家庭在懵懂中签下了卖身契。他们以为自己拥有了人生第一间房，其实他们拥有的只是一张未来40年都还不完的债务通知书。根据财政部公布的资料，新青安上路至今，全台已有超过42万户成功申请，核贷总金额突破3兆台币，其中39岁以下族群占了3%，也就是说，有大约30万个年轻家庭就这样被送上了房奴的列车。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月薪落在4万到6万之间，他们贷款的金额平均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听起来好像还撑得住。别急，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先来算一笔账，假设小张今年32岁，在科技业当工程师，月薪5万5，太太在服务业，月薪4万。2023年底，两人合计家庭月收入9万5，看上桃园一间总价1200万的30坪新成屋，头期款拿出240万，向新青安贷款960万，选择40年期，5年宽限期 1.775 的优惠利率。你知道他们头5年每个月要缴多少吗？只要大约14200元，连家庭收入的1/6都不到。他们甚至有闲钱去日本赏樱，在脸书上晒新家装潢，亲戚朋友看了还称赞说，哇，你们年轻人真厉害，这么早就买房了。好，如果故事就停在这里，那真的是政府得政。可问题是，5年宽限期不是永恒，银行也不是慈善事业。当宽限期结束，月缴金额会从14200元暴冲到多少？答案是每个月至少要缴33000元，整整跳升 2.33 倍。如果政府的 1.5 码利息补贴也同步在2026年7月31日到期，利率回到市场水准的 2.2 以上，那月缴金额将飙破3万5，跳升幅度达到 2.79 倍。更残酷的事实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拿到5年宽限期。多位公股行库房贷专员透露，银行为了确保本金能够回收，避免呆账风险，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拿到5年，多数是给3年。这代表什么？代表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初上车的那一大批年轻人，他们的魔王关卡不是2028年，而是就在今年底，2026年底，甚至更早。想象一下，当小张夫妻打开今年12月的房贷账单，看到数字从14000变成33000，他们会是什么心情？这多出来的19000块钱从哪里来？不加班加到吐血，就是砍掉小孩的才艺班，砍掉全家的旅游，砍掉父母的孝亲费，甚至连晚餐都得从70元的便当降级到30元的超商御饭团。这就是所谓宽限期到期魔王关卡的真实样貌，不是新闻里的冰冷数字，而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餐桌战争。有人说，宽限期就像毒品，一开始让你飘飘欲仙，戒断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早已离不开它了。然而，这还只是第一重陷阱。新青安真正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本身就是推升房价的凶手，让年轻人用更高的价格去买同样的房子。我们翻开资料看看，新青安上路前，台北市预售屋均价大约每坪80万上下，新北大约45万，桃园25万，台中28万。新青安上路短短1年半后，2025年初的数据显示，全台预售屋均价暴涨接近50%，桃园一些原本没机能，连公车都要等半小时的重华区，单价竟然破50万一坪，台北精华地段破100万一坪变成常态，新北三重、芦洲、板桥也来到70万一坪，这是什么概念？
一个月薪5万的年轻人，不吃不喝不睡25年，才买得起3重一间20平的小套房。如果他决定正常吃饭、正常生活，偶尔和朋友聚餐，那这间小套房他可能要买到死了之后，还要继续让下一代帮他缴。有人说，房价上涨是多重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新青安。没错，但新青安至少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它等于帮年轻族群把贷款成数从6成拉到8成，把还款期限从30年拉到40年，把宽限期从2年拉到5年。这3个动作合在一起，瞬间把购屋族群的账面可负担金额膨胀了4成到5成。建商一看，哇，你们负担能力变强了，那我当然把价格开高一点啦。于是建商涨，投资客跟着炒，仲介跟着吹，最后吃亏的是谁？是那群真的用自己血汗钱上车的年轻首购族。更阴险的是，许多投资客早就嗅到了商机。新青安刚上路那几个月，全台各地冒出一堆所谓的人头户，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甚至刚成年的侄子侄女，统统被拉来头，借身份申请新青安，然后买下预售屋，一转手赚取价差。这种操作在2023年底到2024年初达到高峰，许多建案根本还没盖好，红单就被炒了3-4手。最终埋单的是2024年下半年以后，在房价高点接盘的年轻首购族。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说，新青安救了很多投资客，一间房子轻轻松松赚了几百万。房价垫高以后，接手的年轻人要多工作好几年来还。更有人直言，新青安根本就是炒房神器，这招一出根本看不懂，不是应该想办法让房价不要涨成这样吗？结果反而涨更高，房贷还更久。台湾的年轻人一生省吃俭用攒下的几百万头期款，在建商和投资客眼中不过是一笔新鲜的韭菜，等着被一刀一刀割下去。第二重陷阱来自2024年9月央行的第7波信用管制。这一记回马枪让许多在2021、2022年就已经买下预售屋的年轻人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政策回溯，伤及无辜。举个真实案例，某买家在2022年以2900万买下预售屋，当时预期可以贷6成，大约1740万。3年过去，房子盖好交屋时，银行建价竟然已经涨到4200万，听起来很棒，对吧？等等，银行却只愿意按照原始成交价的3成，也就是870万核贷。建价取高，放款取低，这不是矛盾，是摆明的设局。这位买家原本只需要准备1160万的头期款加尾款，现在瞬间要补到2000万以上的现金缺口，补得出来的勒紧裤带咬牙交屋，补不出来的直接违约，定金 15% 打水漂。一间预售屋违约，少说赔个300-400万。台湾社会近2年多少家庭被这一记闷棍打爆？你从新闻上看不到，他们默默在网络匿名社团里哭诉，在论坛上彷徨发文，问该不该卖，会不会被房地合一税吃掉最后一点现金。有的年轻夫妻为了凑出这笔钱，卖掉了父母辛苦攒下的退休金股票，借遍所有亲戚朋友，甚至还有人铤而走险去办高利贷。他们的人生原本只是想要一个家，结果却陷入了比租屋更痛苦的深渊。第3重陷阱是今年7月31日就要来的政策悬崖。2026年7月之后，新青安不再补贴 1.5 码，购屋贷款条件回归原本规范。政府虽然在演绎所谓新青安 2.0， 但明确表示补贴幅度可能缩水，可能改为阶梯式。讲白话，就是原本月缴1万4的小张，在今年8月开始可能就要月缴1万6，到了宽限期结束，直接跳到3万5甚至4万。这不是慢慢煮青蛙，这是直接把青蛙扔进滚水里。更要命的是，全球利率环境并不站在年轻人这边。美国联准会虽然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降息，但台湾央行为了抑制房价和通膨，升息的步调反而比美国还激进。这就形成了一个很诡异的局面。当美国人的房贷利率在降，台湾人的房贷利率却可能在未来几年继续往上爬。如果新青安补贴一取消，加上央行持续升息，一个原本月缴1万4的年轻人，月缴冲到4万甚至5万，都不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新青安的违约率真的很低吗？财政部长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新青安违约率只有 0.04%， 比整体房贷违约率 0.07% 还低。很多官员和房仲专家据此信心满满地说，断头潮不会来，但这个数字只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宽限期还没结束，大家现在每个月只缴1万多，当然缴得起。真正的压力测试要到2026年底、2027、2028年才会陆续引爆。就像一个人吃了5年的美食，当体检报告还没出来前，他当然觉得自己很健康。淡江大学金融所谢明瑞教授直言，新青安虽然让42万户顺利购屋，但许多错失恐慌症族群在房价飙涨压力下，没有审慎评估还款能力就盲目入市。新青安让不少还款能力不足的购屋族压线过件，宽限期结束后必然面临严峻财务压力。他特别点名最危险的是双贷族，就是同时背负房贷和信贷的购屋族群，为了凑头期款，为了装潢，为了买家具，当初借了信贷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每个月被信贷啃掉1-2万，再加上跳升3倍的房贷，整个家庭的现金流直接断裂。还有一个更惊悚的现象，那就是所谓的世代撕裂。新青安虽然标榜是给年轻人的优惠，但真正受惠的往往不是白手起家的青年，而是家境不错，父母能拿出头期款帮忙父亲的那群人。数据显示，新青安申办者中，靠父母资金澳元的比率可能高达7-8成。也就是说，同样是年轻人，出身富裕家庭的可以顺利上车，出身普通家庭的只能继续租房。这个政策表面上是在帮助年轻人，实际上却是在加剧贫富差距，加深阶级固化。那些没有父母澳元，单打独斗存钱的年轻人，看着同龄人靠爸妈轻松买房，内心的挫败感和不平等感已经成为台湾社会一个巨大的裂痕。还有更残酷的计算，我们来看看40年房贷的恐怖代价。同样是960万的贷款，如果选30年期，总利息支出大约500万，如果选40年期，总利息支出暴增到700万以上，整整多给银行200万。什么概念？这200万相当于一台进口 BMW 的价钱，或是一个普通上班族3到4年的薪水。你为了让每个月月缴少个几千块，代价是晚10年达到财富自由，代价是缴到70岁都还在还房贷。这还不算小孩的教养费、自己的医疗费、爸妈的长照费。台湾年轻人就在这样的数学陷阱里，背着一生的十字架，一步一步走向银行为他们量身打造的终身契约。让我们把镜头拉到国际视野，日本在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前，银行也推出过类似的超长期房贷，叫做100年房贷，把还款期限拉到3代。结果泡沫破裂后，许多日本家庭一夕之间陷入资产缩水、债务不变的困境。有人缴了20年房贷，房子价值却只剩原来的1/3，这就是所谓的负资产，也就是你卖掉房子还不够还银行的钱。日本整整失落了30年，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变成谪居族，拒绝婚姻，拒绝生育，拒绝消费。香港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剧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香港推出了各种置业优惠，年轻人蜂拥而上，结果风暴一来，房价腰斩，无数家庭破产。韩国更惨，近几年首尔的房价涨得比台北还凶。韩国年轻人干脆自嘲是 N 抛世代，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育，抛弃买房，抛弃人际关系，抛弃梦想，甚至抛弃生命。首尔去年的自杀率再创新高，其中青年自杀大量与经济压力有关。回头看台湾，新青安引爆的房价狂潮，已经让台湾的房价所得比冲破全球前10。台北市房价所得比高达 16.36 倍，也就是说一个台北人不吃不喝16年才能买得起一间房。新北市13倍，台中是11倍。对比之下，东京只有8倍，纽约7倍，伦敦9倍。台湾年轻人正在用全世界最高的代价买着全世界最小的房。有人问，政府难道看不到这些问题吗？当然看得到。2024年6月，行政院就公告了新青安推动成效及优化措施，要求贷款人签自助切结书，违规终止补贴并追缴已补贴利息，还规定一生只能申办1次。但这些补救措施像是在已经失火的房子里
派了一个工读生拿灭火器冲进去，火已经烧起来了，房子已经被点着了。我们再把视野拉远一点，为什么新青安会变成这样？这其实反映出台湾长久以来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房地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吸血巨兽，建商、投资客、仲介、银行、地方政府，每一个环节都靠着房价上涨在吃饭。政府一边说要打炒房，一边又推出催涨政策，这不是精神分裂，这是因为执政者自己就是这个食物链的一环，而最底层、最没有话语权的年轻人就是被喂食的燃料。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台湾社会对拥有房屋的文化执念。父母辈从小灌输一个观念，人生要有成就，就一定要买房，没有房就等于失败。这种观念让无数年轻人在还没有经济实力的时候就被推上了购物列车。他们不是想买房，而是怕被说没出息。他们不是需要那间房，而是需要用那间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被社会绑架的购物焦虑，正是新青安最好的燃料。政府知道年轻人怕什么，建商也知道年轻人怕什么，于是他们联手设计了一个无比精美的陷阱，让年轻人自己跳进去还感激涕零。让我们算一笔最终的账，小张夫妻2023年以1200万买下桃园的房子，32岁上车。如果一切顺利，他们要缴到72岁，总共缴出大约1600万。这1600万是他们人生黄金40年的血汗。在这40年里，他们要面对宽限期结束的月缴暴增，面对升息风险，面对失业，面对生病，面对小孩的学费，面对父母的老去。他们的人生从签下房贷合约那一刻起，就不再属于自己，他们属于银行，属于建商，属于那个一路把他们推上车的政策。更讽刺的是，当他们40年后终于缴清房贷，那间桃园的30坪公寓可能已经是屋龄50年的老旧建物，价值剩下当初购买价格的一半都不到。他们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买下了一个贬值资产，同时错过了人生其他所有可能性，错过了创业，错过了进修，错过了旅行，错过了陪伴家人。这就是宽限期如何榨干台湾年轻人一辈子血汗钱的残酷真相。更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台湾的生育率已经跌到全球倒数第一。2024年，台湾新生儿只剩13万多，创下历史新低。为什么年轻人不生小孩？因为他们根本养不起。当你每个月要缴3万5的房贷，你哪来的钱养小孩？当你夫妻2人加班到深夜才能勉强付清贷款，你哪来的时间生小孩？新青安表面上是解决年轻人的居住问题，实际上是在摧毁一整个世代的繁衍能力。台湾正在用最高的房价换取最低的生育率，这是一场世代大屠杀。只是屠杀的工具不是刀枪，而是房贷账单。所以如果你是已经上车的新青安族，该怎么办？第一件事，立刻摊开你的每月收支表，把宽限期结束后的月缴金额算出来，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负担。第二件事，在宽限期结束前提前部分还本，哪怕每个月多还1万2万，都能有效降低未来的月缴压力。第三件事，严格控制其他负债，千万不要再借信贷、车贷，不要再办新卡、分期买家电。第四件事，如果发现自己真的撑不下去，提前半年和银行协商，看是否能展延宽限期或调整还款计划，不要等到缴不出来才开始想办法。第五件事，如果经过仔细计算发现完全无力负担，请认真考虑停损卖房这个选项。虽然会有房地合一税的损失，但比起未来10几年陷入月月缴不出来的焦虑地狱，短痛反而是更明智的选择。如果你是还在观望的年轻人，请记得一件事，政府推出的优惠从来不是真正的礼物，而是包装精美的诱饵。如果你的薪水只有5万，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不到150万，如果你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备用的存款，没有父母的后援，那请你千万慎重。房子当然是家，但它不该是让你一辈子陷入焦虑、失去自由的牢笼。你可以选择继续租房，把多出来的现金流拿去投资自己，投资股票，投资技能，甚至投资一段可以出国闯荡的人生旅程。台湾不是你唯一的选项，
买房也不是成功的唯一定义。最后我想说，台湾的年轻人并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懂理财，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放在一个结构失衡的赛道上奔跑。当房价年年上涨，薪水原地踏步，政策看似帮你，其实害你。年轻世代真正需要的不是更低的贷款利率，不是更长的还款年限，而是一个让房子回归居住本质，让努力工作就能有尊严生活的社会。在这个梦实现之前，请你擦亮眼睛，保护自己，不要成为下一个被宽限期榨干的受害者。新青安的5年宽限期即将走到尽头，那群当年怀抱梦想上车的年轻人正站在悬崖边上，他们的结局将会是台湾整个世代的缩影。而这场悲剧的最可怕之处，不在于它会发生，而在于它早已写好剧本，而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无声地看着它一幕一幕上演。当你下次经过某栋新落成的豪宅，看到门口挂着庆贺完销的红布条，请你记住，那红布条背后是无数年轻人用一辈子的血汗织成的。新青安不是年轻人的救星，而是这个时代最温柔的绞索。它用低利率和长天期当麻醉剂，让你在沉睡中被一点一滴的榨干。等你醒来的那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的青春、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梦想早已被那张40年的房贷合约封印在水泥墙里。